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根小高。那这次呢，就来跟大家分享全新的 M4 iPad Pro 以及它跟上一代 M2 的 iPad Pro 之间的比较，希望可以帮大家了解这两个 iPad 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适合用的场景。如果你正在考虑要不要升级你的 iPad Pro， 或是你第一次要买 iPad Pro 呢，这个影片就不可以错过啦。这次 iPad 除了 CPU 从 M2 升级到 M4 之外，它在萤幕的材料 Apple Pencil Pro 还有新的 Magic Keyboard 都有一些升级的部分，我会针对这部分一项一项来比较给大家。那下面呢，我就会简单称呼 M2 跟 M4 来避免一些太繁琐的名称啦。首先先讲一下萤幕的部分，两个萤幕规格上面好像差不多，但是其实里面藏了很多细节。M2 跟 M4 呢都是使用 Liquid Retina SDR 的显示器，支援 ProMotion 技术。最高可以到达120Hz 的 refresh rate， 但是这次萤幕呢稍微大一点点啦，大概0.1寸。在解析度上 ，M2 是2732×2048像素 ，M4 呢是2752×2064像素，两个都是264 ppi。不过呢，因为 M4 它在 SDR 的状况之下，最高都可以达到1000 nit 的亮度。这个亮度代表什么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大太阳下面使用 iPhone 或是 iPad 的时候？以前呢，就会发现萤幕都黑黑的，看不太到内容。那在提高基础亮度这件事情，可以帮助我们萤幕在强光之下呢，都还是有足够的亮度来显示内容。那这次因为使用了 Tandem OLED 技术，让萤幕里面的发光层堆叠在一起，让它可以提供更高的亮度。除此之外呢，以前常常听到 OLED 会有萤幕烙印的问题 ，Tandem OLED 可以减少每个发光层的工作负担，让每个 LED 的发光强度呢降低。但是同时间仍然维持到高亮度的萤幕显示，用这个方式来避免萤幕的烙印残留，同时间让显色部分呢可以更加的均匀，不会说有一些部分特别的亮，有一些部分又比较暗的问题。除此之外呢 ，iPad Pro 在 1TB 以上的版本呢，有提供 Nano Texture Glass Monitor 的选项。这个技术一开始在2019年的 Apple Pro Display XDR 开始推出，后来 iMac 都曾经引入过这个技术，一直到后来呢是 Apple Studio Display 呢才又重新开启了这个技术，以及这一次的 iPad 在 1TB 以上呢可以选配这个技术。那它让玻璃的萤幕呢表面有一层雾面的感觉，但是因为萤幕本身的亮度够了，所以显色上面都还是非常的鲜艳。同时间呢，它也可以避免传统苹果爱用的那种玻璃萤幕会造成反光的问题。像我以前在用 M2 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刚好上面是有个灯照着的时候，我的萤幕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反光的区域，那我就要调角度调很久啊，去避开这个灯光又不能太暗的地方，我才能正常的使用我的 iPad。Nano Texture 就表示它这个磨砂非常非常的细，细到像奈米等级的那种，所以人手去摸呢，其实摸不太到那个粗糙的感觉啦。那这个磨砂感呢，就没有像那个类纸膜那个感觉那么粗，但是 Apple Pencil 在写字的时候那个手感呢，我觉得还是相对传统的玻璃萤幕来的好一点点。不过再怎么说，它还是一种磨砂玻璃，所以呢，会不会对 Apple Pencil 的头会有一点磨损呢？我觉得应该是会啦。再来讲讲 M4 晶片使用上的感觉。规格上来说 ，M4 这次使用了3奈米的晶片制成，在 1TB 的版本有10核心的 CPU 跟10核心的 GPU， 整体来说就是效能各种的大升级啦。除了效能的大升级之外呢，它也会相对的比较省电。那对我自己来说，比较经常用到跟效能有关的 App， 一个就是 Shaper 3D， 另外就是 Final Cut Pro。好，那从片段里面可以看到呢 ，Shaper 3D 在转出 AR 需要用的 3D 元件的时候呢 ，M4 的速度是比 M2 来的快了一些。那在 Final Cut Pro 的部分，我同时间转一样的影片内容，转到最高规格的 MOV 档案出来 ，M4 比 M2 大概快30% 左右的速度，所以效能部分就是很大的提升啊。那除了效能之外呢，它在耗电上面有不少的改进。我自己实际使用的经验，我大概画 3D 图画1-2个小时，它可能只用了10几到20% 左右的电。但是以前呢，我在 M2 的 iPad 上面画 3D 图，画2个小时，我的电可能就已经差不多用掉40-50% 左右了。所以以前 M2 的时候，我常常都要接着电来使用。那我这边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，我在 Netflix 上面找一个电影播半个小时 ，M2 呢大概就用了16% 左右的电，但是 M4 我是在一样的亮度、一样的音量跟同时间。这样一起播放 ，M4 大概只用了6% 的电，所以在省电上面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改进啦。那再来分享一下 Apple Pencil Pro 的升级的部分，其实在精细度啊、压力感应啊这些部分呢，
是跟前一代的 Apple Pencil 感觉上是差不多啦，但是这次加了2个新功能，让它的使用手感呢更加的好。第一个功能就是触感反应，这个功能呢，让我们在双点笔要切换功能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一个震动的回馈，让你知道你在切换功能这件事情已经成功触发了。所以相对于以前的笔呢，你就会更加知道你是不是成功切换了这个功能。那我以前就常常发生画到一半的时候不小心去连点到那个笔身上，结果就切换了功能变成橡皮擦，就把我画好的东西给擦了一笔下去了。第二个功能就是轻捏，在一些 Apple 内建的 App 里面呢，我可以轻轻捏一下笔的侧身，它就可以叫出所有的工具列，让你很快找到你需要用的工具。那目前我看到呢，在 GoodNotes 里面一样有支援这个功能，可以叫出所有的工具列。那另外在 Procreate 的部分呢，我一样可以靠轻捏这个功能来叫出选色工具，不过要记得先在设定里面找到 Pencil， 然后开启这个手势才能使用这个功能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侧转功能，就是让你在旋转笔的时候呢，画面上笔的角度也会跟着改变。还有最后就是它加入了 Find My， 所以有时候笔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的时候，你一样可以透过 Find My 这个功能呢，来找到你的笔在哪里。那最后就来讲讲 Magic Keyboard 的升级啦。这次呢，它在转轴的结构上面做了一些变化，让它站起来的时候呢，所需要的那个三角空间变得更小，所以整个键盘可以使用的空间就变更多啦。也因为这样子，这次键盘呢多了一个工具列，让我们可以直接在键盘上面去调整音量啦、萤幕的亮度啊，甚至还有一个键盘上面非常重要的 Escape 键呢都出来了。那除了键盘的功能之外，触控板的部分也加大了一些，整体来说就是更容易使用啦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这次从 M2 升级到 M4 的使用上的感觉啦。我自己觉得效能上来说，比如说你经常使用到一些 3D 的软体啦，又或者是影片的软体啦，经常在转影片或者是修图之类的，那这个 M2 到 M4 的升级呢，会非常的有感，而且非常的省电。那其实我一开始有犹豫到底要不要买新的 Keyboard 跟 Pencil 啦，但是后来买了之后，我自己觉得使用上的感觉升级是非常的有感，非常好用的。再加上这次 Apple Pencil Pro 跟 Magic Keyboard 呢，只可以用在新的 iPad Pro 身上。Apple Pencil 的部分呢，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设计结构会影响到它没有办法跟旧的 M2 iPad 去做连接跟启动，所以 M2 的使用者呢，千万不要花这个冤枉钱，把笔买回来之后才发现，哎呀，其实不能用。好，那这次影片先到这边，希望这次比较内容对你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啦。如果有任何其他问题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如果喜欢这次影片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跟追踪我的频道，以及开启小铃铛。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我在那边都会有一些科技产品、软体使用以及我自己生活的分享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